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2月28号，星期二，看，鸟枪换炮啊！这就是昨天我说那个，它是这样横着一圈，然后竖着还有一圈，并且呢，那个内侧都是有那种橡胶花纹的，就有那种袜子底儿是那种，还是挺色。它唯一的，我觉得现在在震的感觉就是。因为它是弹性的这种带子，可能刚性差一些，我始终感觉它在上下震的。而且这种拍摄不太好调的是俯仰的角度，就有的时候可能会太低，有的时候可能会太高，调两天。而且这个戴白色的帽子特别不好看，换了个黑的。这怎么说呢？如果带着它跑下一个全程马拉松，是挺累的。但是我想试试，如果效果好的话。今天我是从出门这个就开机了，我也想试试它能录多久，并且手表，苹果的手表是可以控制它的。今天还是接着减量，好像比昨天应该还少。今天是周二，然后明天应该跟今天一样。周四的时候呢，做几组冲刺。周五去博览会，然后休息。周六热身跑，周日比赛。一般就是比赛周，我也建议大家就这样安排。无论您是想冲成绩还是想重在参与，都可以这样安排。只不过就是冲成绩跟重在参与具体的量和强度不一样，没有其他的差别。不过周四或者周五的这个短距离冲刺呢，要注意别受伤，做好热身就行了。因为你减量了一周或者说是10天，你到比赛之前，你可能肌肉已经不太适应那个强度了，要找一找那个速度感。天亮的越来越早了啊，这都已经微微发亮。行，一会儿再聊，就试试这个设备，加油干，加油干！好啊，咱们今天早点开始，我怕它还是会有电量问题，现在我看不到，但是肯定是要比这个小相机要强得多了，不再会有很明显的电量焦虑。我也不知道声音怎么样，因为这个相机是可以通过 AirPods 收音的，但是我这听着歌呢，连着我的手表，我就没有弄，就靠它本体吧。跟大家说说这一周我各方面的安排吧。刚才简单说了一下训练的，像不光是减量，也要减强度，基本上就这种轻松跑，让自己身体维持一个运动的状态就行了。这次的东京马拉松身体方面的准备几乎没做，本来想的是到这边之后会最后这1个月努力做一做，但是确实是太忙了，有的时候顾及不了。我一想也就算了，再加上真的特别想拍摄，就不去拼命冲了。我看有评论区的小伙伴说也要来东京参加马拉松，说身体准备到了最好状态，就是心理建设了。恭喜您啊！其实一场马拉松，作为我们普通人，能把身体准备到最好状态挺难的，因为有的时候是这样，包括你们看我置顶的比赛视频也一样，很难把最好的状态放在那一周。我经常是
提前将近3周出最好的状态。如果我认真准备比赛的话，我老觉得怕时间不够，所以呢，不管是从饮食到训练，都会比较的积极和认真。就有的时候快到比赛之前焦虑，也是因为这个，就是从赛前第3周开始，感觉好像已经到了顶峰，开始坚持不住了。其实去年的北京马拉松，我的心态挺好的，因为也是各种原因嘛，没有非常认真的去对待，反而就轻松了不少。这次也是。我已经订了车票，周5的上午去东京，中午在东京车站吃饭，吃完饭直接去海场领东西，下午可能还会去探访高驰的展台，他们在博览会有展台。我还没有仔细去看手册。大阪这边如果您是运动员，是可以带家属进博览会的，东京不知道现在行不行。我上一次来跑东京是随便的，但是现在不是有这个新冠吗？不知道他们的要求。博览会也会认真拍摄，大家等我大阪马拉松观赛的视频吧，那个拍的质量还行。就现在我发现，像普通的拍摄，尤其是天气好一点的时候，用一个 iPhone 就很不错了。你们看到的京都的，还有即将看到的马拉松的，都是家属的13 Pro 拍的，因为我的是13 mini， 比那个 Pro 差一点。然后开启 HDR， 开启杜比世界 4K 60。整体的效果还行，而且我后期的设备都可以做简单的 HDR 的剪辑，调色我就不太会了。不过比较遗憾的是，京都那期是阴天，中午还下雨了，而且不是一个旺季，那儿的旅游旺季就是红叶季。这边快到樱花季了啊，最南边福冈什么的那些地方，可能3月份就满开了。但是今年可能赶不上，因为那个时间段正好在美国。然后饮食上，我这一周怎么安排？就是从昨天开始，午餐、晚餐就不摄入碳水了，就是主动摄入明确的碳水，就不吃米和面了。你要说菜里边有淀粉，这个还是避免不了。然后这个状态会持续到周3、周4的中午，周4晚上慢慢恢复。周5完全恢复，周6会在中午的时候多吃碳水，晚上的时候正常甚至少吃一口，周日的早餐多吃一些。这次东京订的是个普通的酒店，就只能买便利店的三明治啊或者面包吃，也还行。其实马拉松早上赛前的早餐，我觉得不管是在亚洲还是在欧洲还是在美洲，就是您不管是东方人西方人，我觉得面包是个很好的选择，比米饭好。就是面类，不管是小麦还是米粉，都比吃谷物类的要，就是那种粒状的谷物类的要好一些，对肠胃的负担更小。
2016年去跑上海马拉松的时候，就提前一天买的 Subway 的三明治，也挺好。买的金枪鱼的，甚至是麦当劳的汉堡，都挺好的。如果吃中餐呢，还是不建议喝粥，那个太快了。馒头可能会好一些。当天的早餐不推荐米饭了，馒头或者面条都可以，但是面条注意汤不要喝太多。就那天早上起来，肚子里的每一分空间都很宝贵，无论您是想完赛还是想冲成绩，每一分空间都很宝贵的。所以在我看来，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面包配酱，而不是配菜。这三明治、汉堡也不是最好的选择，就是面包配果酱或者花生酱。如果对花生不过敏的话，可以再配个香蕉，然后剩下的肚子就全留给糖水，要不然就是专业的运动饮料的冲剂。当然不是补充电解质的啊，是补充糖的。你看那个配方，糖是第一名，500毫升，300到500毫升的糖水，这个量挺大的。这个量如果你肚子已经吃饱了的话，喝不下去。尤其你要吃汤面的话，或者喝粥，你这卫生间肯定得上3、4趟。不建议在赛前喝太多的水。比赛中，我的策略基本上就是至少每一个5公里都要喝一口。20多公里之后，甚至就是一个5公里，一个2.5公里，一个5公里，一个2.5公里，交叉着喝。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，因为你不太可能靠能量补给达到一个平衡，你最后肯定是一个消耗的状态，这个没办法。我的不成熟的小经验就是，周六的晚上一定不要吃太饱，否则周日早上你吃不下去，但是你身体又不够，就不好。今天可能最多跑12、3公里，最多就回家。不知道这相机效果怎么样，孤注一掷了，因为只用它在拍。现在加上外壳和这个袋子，估计得有将近1斤。如果带着它跑马拉松，可能会影响2分钟左右的成绩吧，也许不止。我想的是，还是想带，也许半路摘下来给家属，因为东京好多折返离得都很近，选的住的地儿就离终点不远，所以离那几个大的折返也不远。至少前20公里不会影响太多，我再考虑一下好吗？尽力而为，平衡一下。2月28号，星期二，2月的最后一天啊，训练结束。今天跑的少，11公里51分47秒，平均配速4分42，心率142，步频200，功率216。这个月可能就跑了400多一点，一是天数少，大概少了2到3天的训练日吧。2到3天对我来说，如果跑得多的话是50、60公里，跑得少的话是40、50公里。之后就是这个月各种的变化不稳定。我是1月31号到的这儿，这是个街心公园。这相机还一直在工作啊，连续拍了50多分钟。我看看它到底是先没电还是存储空间嫌不够。我这里边是一张64G 的卡。这水成了一个电饭锅，有意思啊。
这儿是一个街心公园，马路对面就是一个幼儿园，这边幼儿园都像我小的时候似的，都带着出来去公园玩，除非幼儿园里边自己有活动空间的。我记得那时候小时候，我的那个幼儿园在三里屯，现在那个纳里花园，北京的小伙伴都知道吧？那个天井，那一栋楼是我的幼儿园，当时就是个天井。我记得面向南边那一排房子是教室、看电视的房间，还有睡午觉的房间。然后西侧就是面向东边那个房子是食堂，那时候老吃肉龙和包子中午。然后大门开在还是现在这一侧，那时候大门前面就是这种黄土地。然后有时候上午没事了，就老师带着这儿就玩吧，自己就捡石头子儿啊什么的，特别有意思。现在都不一样了，看远处还有鸟居，那个鸟居就是一般都是会社，就是公司捐的，有的是许愿，有的是还愿，可能还愿的更多吧。大家去京都去过的那个福建道和大社，他们这儿好多就这种都是道和神，我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？这都是给小朋友玩的，看这种。行，这周应该是一个很放松的，就是身体很放松的状态。心里呢可能会虽然不打算拼，但是还是会有一些紧张的状态，这个不可避免，没关系的。然后准备无锡马拉松的小伙伴们，可以认真准备一下。无锡的赛道其实是比较好出成绩的，它唯一我觉得一些小的不足就是有一些拱桥，那些拱桥呢，大家不要太使劲冲就行了。24公里之后那一段呢，可能会比较的荒凉，调整心态，跟着大部队跑。然后最后那个湿地公园那儿可能稍微有点艰难，因为它都是这种弯曲的小径。反正那天正好我身体状态也不好，跑到那儿的时候确实是挺顶的。行，那就这么着，今天训练结束，我们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，一切都好。这2天陆续在试这个新设备，我们加油干，明儿见。